大家好，我是 David。平常如果家务做多了，浑身感觉僵硬，或者坐在某一个地方坐久了，全身感觉不舒服，就感觉身上的肌肉都扒得紧紧的，让你整个人弯着腰，没有办法直立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在居家里面就可以利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工具，达到一个疏通筋骨、放松肌肉这样一个效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2个动作，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需要的工具呢，就是这扇门有了这扇门以后，咱们就可以去达到一个放松筋骨的效果。我们来开始做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双手可以扒在这个门上面，随便找一个地方都可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扒住了以后呢，咱们把身体慢慢的往后挪，把腿往后挪，然后你会感觉得到我们的背后会有一些拉伸感，而且这个拉伸感会随着你的脚步往后越挪，拉伸感越强烈。好，我们扒住门扒住门以后，当我感觉到我的拉伸感非常强烈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把头抬起来，把头往上仰。好，保持住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相当于有些力量在把你身体硬生生的给牵拉开来一样。你一些比较僵紧的一些肌肉，通过这样的刺激，也能够达到很好的去伸展和舒张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只要把手去抓住这个门沿，然后呢做出一个这个姿势，我们的脚还是往边上移，整个人慢慢的拉住这个门沿。好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的整个侧面的肌肉都有一个强烈的拉伸感，这种感觉把我的腰的肌肉也给拉开了，效果非常的好。这种拉伸的动作我们保持住大约在20秒到30秒左右，重复2到3次。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身体就打开了。原来你可能腰都直不起来，做完以后可能腰慢慢就完全挺起来了。好，这2个方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当我们日常太累了以后，就可以利用身边的工具，达到舒张筋骨、舒筋生筋的一个效果。谢谢大家，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你。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腰我们之前呢做过一系列的视频，就是讲过腰部的一些小的运动以及一些伸展。那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是一个腰部大的一个伸筋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是由我们中医里面正骨的动作衍生过来的。那这个动作我们每天经常去做，它可以去改善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个劳损，以及可以去缓解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过了急性期的这么一个症状。所以这个动作呢被广泛的运用，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我们找一个地方咱们躺下来躺下来以后呢，咱们要把这个腿给它，你看这个腿呢要给它一弯弯过来。那么弯到这里以后咱们要把这个手把它这个腿往外拨一拉，然后我们的另一只手呢要成为一个大字形往外侧扩张。我们要让另一只手的肩部完全的贴在我们这个地面上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那这么去拉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原理就像拧毛巾一样咱们把这个毛巾拧起来以后这个脊柱呢它其实也是处于一个被扭曲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很好的去把我们脊柱的深层肌肉一并给拉伸了。我们再来演示一下躺下以后咱们把这个腿往这边一拉一拨，这个手一压，那这个手呢往外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手轻轻往下压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腰部和臀部就会有很强烈的拉伸感。好，我们保持住大概5到10秒钟。好，慢慢的然后你会发现随着你保持的时间越久，你的这个腿从一开始碰不到咱们的这个地面慢慢的，你看这个腿就开始能碰到地面了。好，拉完一只腿以后，咱们再来拉另一只腿把这个手你看一拨把它拨过来。这个呢，这个手呢，手心朝上手心朝上，慢慢打开。那这样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拉伸。好，我们保持住5到10秒钟。我们可以配合呼吸慢慢的缓缓的吐气，然后吸气，再缓缓的吐气。好，然后我们做完以后再拉一遍。就是每天咱们拉的时候一定记住大概在4到5遍左右左右4到5遍就可以了。好，然后再拉另一遍。
好，在拉的时候啊，咱们一个重要的指示啊，就是咱们腰背部一定要有一些拉伸感。那很多人他做的时候，他这个腰背部没有拉伸感，他的拉伸感在屁股上面，这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这个啊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屁股上有一个结，它必须要把这个结啊慢慢拉开来以后啊，它这个力量才能传导到我们的腰椎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就经常去做就好了啊。腰椎间盘突出你也可以去做，但是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做，就是非急性期啊，怎么去做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今天视频讲的内容啊，咱们腰部的内容啊，可以帮助到大家。咱们以后呢，腰部内容就出一个系列，从锻炼到拉伸啊，再到我们这个自我的一些康复和按摩。好，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后背是否会经常出现僵硬、酸胀？比如说我们弯着腰啊去做一会儿事啊，一抬起来就感觉这个后背啊特别的难直，而且里面啊酸溜溜的，特别的难受。用手啊去摸着自己的后背，发现这个背部啊皮肤啊会发凉，或者呢背后啊就是摸起来手上总是能摸到这些比较粗大的一些筋结，这其实啊都是在提示你的后背的经络，包括里面的一些筋啊，需要给它去松软了。只有把我们后背里面的经络去疏通，让我们里面的筋骨啊变得更加柔软，里面的气血啊才能够流通，把不好的杂质啊给它代谢走。这样的话，你的后背啊才能变得又挺拔又舒服，恢复原来的活力。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来自于道家的一个绝活，叫做敲天鼓。为什么叫做敲天鼓呢？就是说我们在敲着空气啊，但是仿佛啊就像在敲打在我们背部一样，所以呢叫敲天鼓。经常练一练这个敲天鼓，就能够很好的疏通我们的后背，让我们的后背啊变得既挺拔，而且呢很有韧性。好了，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啊一划走啊以后想再看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我们现在啊来开始讲动作。咱们说敲天鼓这个动作啊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动作啊，我们无论是站姿还是坐姿啊都可以，但是有一个要点啊，就是我们的上身体啊要挺拔，小腹啊微微往内收。把这个要素做好以后，我们现在啊把手抬起来啊，手呢略微啊高过我们的这个头顶啊1拳，就这样啊，在这条线上面去活动。比如说这是我的头顶，这是我的拳头啊，往上走1拳，我们手啊在这个线上面进行活动。好，手打开，手肘啊完全打开，然后呢沿着我们的耳朵这个方向啊，你看来回的进行一个敲动，就这样。大家在做的时候，大致找到这个点以后，可以把手进行什么呢？微微的向外，微微的向内啊，去进行一个来回的一个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微动的时候啊，你才能找到你身上后背处啊一些不通的地方。那么这些不通的地方表现为就是我们一敲啊，手你看来回的一抖。啊，就明显的感觉这个后背上面有一些被捶动的感觉啊。虽然我们没有捶在自己的后背上面，但是呢，这个每一下力度啊，都感觉我们的后背啊在被打通一样啊。我们就这样来回的做，头微微往上看，从侧面看一下啊，保持30秒钟左右，就这样手来回的敲啊。动作是非常的舒服，每天去做上一个3到5组的练习，每组30秒钟啊。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你的后背，你会感觉你的后背啊是一阵松软，而且呢，坚持做一做，你会连续的感觉自己的胸口啊也被打开了。哎，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他这个胸口啊经常就窝着啊，所以呢，你经常做一做，还可以有助于打开我们的一个胸，强化我们的背部，把我们的背部经络给疏通开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做的动作，因为它简单、便捷、易行，而且呢，你自己在家里面也能轻易的做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在这里啊，大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最好用、最实用的养生锻炼的小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现在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人手一辆车，人人都是驾驶员。开车呢是我们日常出行的一个必备的交通工具。对吧？那么开车久了以后，难免会腰酸背痛，而很多人就是专业开车的，还有职业病，就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那对于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如果掌握这些知识的话，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些知识，你掌握了，你就可以去很好的预防。如果你有了这个腰部的一些问题，那也可以达到很好的解决方式。怎么去做呢？就是要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啊，因为你的背部是
处于一个长期僵紧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就要去运动它。别小看咱们开车时候这简单的这么扭两下啊，它能很好的去改善你局部的一个供血。对于男性来讲的话，还能很好的去帮助你去解决一些因为开车过久前列腺上面的一些问题。好了，今天我们就来讲方法，直接去做。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啊，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姿势呢，可能就是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坐姿，对吧？手握着方向盘。那么在此刻的时候，我的板凳已经是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将近于90度的直角。很多人开车的时候，他是这样躺着开的，对吧？因为是轿车，他躺着开。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垫一个腰枕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其实这个它并不能很好的缓解你的问题，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一个效果。当你垫了腰枕以后，你的胸椎的曲度就会变大，慢慢以后开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可能腰也有一定的问题，但是更多问题会出现在肩膀上。但咱们今天先不讲这些细节，我们开车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运动呢？就是要做一个骨盆上面的一个活动啊，怎么去做？咱们开车不影响啊，等红灯堵车的时候，把你的骨盆看我的这个位置啊，咱们去做一个什么呢？去顶放顶放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再往前顶胯的这个动作，你做大概10到15下。那么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前侧的腹肌和背后的竖脊肌两块肌肉都会交替的进行运动，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摩擦效果，增加了你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呢，我们做完顶胯以后，我们要做这种扭腰的运动就是像我这样，去把你的腰进行一个扭动，先让你的骨盆往侧再这样来回的像一个小船在这个海中被漂泊的这样来回扭动在扭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去激活你周边的肌肉。我们其实想，很多人做久了难受，他都会扭一扭，为什么？这是一种本能，但是我们只要把它加入到一些提前的预防当中，就能很好的去达到你开车过程当中解决你腰部疲劳的一些不适感。不信你开车的时候试一试，你看看是不是很有效果。那么做完这2步以后，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腿部我翘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可以去做什么呢？去夹，往内夹，夹了以后2个就相互用力，一直在用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去刺激你大腿两侧的内收肌同时你在夹的时候再配合提肛夹大概5到10秒，提肛5到10秒，放松，再夹5到10秒，再提肛5到10秒，放松。那么这个时候呢，能有效的去预防男性的一些前列腺上面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就3招。第一招我们要学会这个骨盆的一个扭动，就往前往后往前往后非常简单。第2招呢就是进行一个侧面的一个高低扭动这样的话也是去激活我们侧面两侧的肌肉。第3个就是夹腿和提肛夹腿和提肛你把这3个动作去每个动作做个10遍到15遍你再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腰背上面的问题会很容易就进行到一定的缓解和预防。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百科 David。那么希望这个视频能给你们带来帮助，也希望你们能真正的用到它用到它去解决一些你们的问题。好了，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麻烦。好了，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腰都不太好，最常见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以及这个腰背部坐久一会儿就会感觉特别的僵硬。很多腰不好的人最喜欢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每天把腰这样左右活动活动，或者呢去给腰背进行敲敲打打。但是这样只是缓解了那么一小会儿，没过多久他这个腰背该疼的疼，该酸的酸，还是又恢复到一个原来的状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偷学过来的一个绝招，我自己去做了以后，感觉见效特别快。一般来说的话，来回做个几下，明显的腰部感觉就会非常的轻松，而且从动作的原理上面来说的话，它可以很好的
帮我们拉开我们腰部的一些经络和一些经啊，把我们的经络给打开，让我们腰部的气血啊变得更加的顺畅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腰部啊就能回归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腿分开，分开以后啊，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啊变得更加的稳定。然后呢，我们把手啊，你看这样啊，做一个这样的姿势，向一边倾斜，比如我向我的右边倾斜。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会感觉我的整个侧面的这块的肌肉啊，我的筋啊会变得非常的紧，有很强烈的拉伸感啊。然后我们倾斜，倾斜完了以后没有完结，真正的精髓要来了。大家看，像这个乌贼游泳一样，看一往上去撑，2，哎呀，3，哇！这个动作做了3个，我后面就开始有这种细汗往外冒了啊，非常的用劲。他就感觉是什么呢？你在努力的把你身上的这个筋啊，却全部给牵扯开来。大家跟我做一下，你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你的腰啊或者你的肩颈部啊，你的这个肌肉比较紧张，你做这个动作感觉应该是更加的强烈啊。我们再来看，哎，往一边倒下了以后，到你的极限，开始把手看。往回1，2，哇，3，哇，真的是很紧啊！这感觉把我的筋啊全部都拉开了。我们继续啊，我都已经开始出汗了啊！来，1，哎，这一组做的就很轻松了，2、3啊，就是比第一组做的就是要轻松很多了。我们再试一下这边的啊，来往下倾斜到极限啊。做的时候注意啊，千万不要旋转啊，不要这样旋转去做啊。我们一定要整个侧面侧下来。好，来1，哇，还是很紧。2，啊，3，好，我们左右啊算1下，我们每天啊去做一个10到12下，做完以后啊真的是非常的累。而且呢，你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这个筋啊给它撑开以后啊，你这个腰啊、背啊，甚至我们的肩颈处啊，都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啊，感觉是非常的舒服，整个人很畅快。而且很多人啊很喜欢这种微微出汗的感觉，就比如我现在额头上面就已经有微微的吸汗冒出来了，包括我的脖子后背都有。这样的话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气啊。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可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每天呢，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腰不好的朋友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朋友啊，他并不是说腰上面有很严重的问题，而是单纯的由于过度的劳损啊而引发的。那也有一些朋友啊，由于长期的劳损，导致了腰上面它气血啊不通，然后这个是什么表现呢？用一些朋友的话来形容啊，就是腰上面感觉空空荡荡的，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腰啊，你摸起来啊，它像一个硬硬的铁板一样啊，特别的硬。我们的皮肤啊，如果正常呢，你捏起来它是可以去完全可以提拉起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但是对于铁板腰来说啊，它这个皮肤啊，它是很难捏起来的啊。就是你一捏这个皮肤啊，就感觉在手下的质感是非常僵硬的。还有一种啊，就是手一摸腰背啊，感觉哎，怎么这个一摸上去啊就特别的凉，而且平常还特别怕冷，经常啊要垫在腰上面垫个东西啊，才能感觉心里面舒服一点，没有那么冷了。其实对于这类的问题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来帮助大家，大家可以一起来试一下这个腰部的活血操。一般来说，你跟我做完以后啊，1分钟左右，这个腰上面就会发热，发完热以后呢，还会感觉特别的轻松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呢，我要站起来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把衣服掀开。然后呢，我要先用我的手去拉住我腰背上面这个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我把这个皮啊要把它拽起来，哎，大家能不能看到啊？我们双手啊置于后侧啊，就像我一样，把这个皮肤呢要给它拽起来啊。拽起来以后怎么做呢？啊，我们要开始扭屁股啊，左右啊扭啊。从哪拽开始拽呢？从我们的最下面啊，你能摸到最下面啊为止。我这个因为一些原因啊，我只能隔着衣服做给大家看啊。拽住这个皮肤，然后你看，拽住了以后左右啊，屁股开始扭，然后同时手啊是把这个皮肤啊是抓紧的，
手呢可以和身体处于一个相反的方向。比如说我的屁股往左边，我这个手怎么做呢？我这个手就要往右边啊，我这样演示一下给大家看啊，可以以一个相反的位置啊，然后呢下面做完了以后，我们一层一层的再往上啊，再进行一个扭动啊，然后再往上啊，大家看，再扭动。你可以看到我的臀部是一直在扭的啊，身体也是一直在扭的，然后再往上，你看再往上抓着，然后来回的扭，然后再往上，你看我就抓不到了，哎，就到这里为止了，大概就我的距离就是这么长啊。那我们抓着这个皮肤以后它来回扭一扭，它有什么效果呢？你其实跟我做从下到上做完一遍以后，你会有以下的发现：第一个，很可能你的额头就开始微微出汗了。第二个呢，就做完以后这个腰部大概率它是会发热热热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完以后腰上面会非常的轻松。那这个动作我们建议从下到上是1下，我们每天做个3到5下就可以了。那其实很多人说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捏脊的这个改编。我们都知道捏脊捏着皮肤晃一晃、拽一拽、提一提，再往前去捏，对吧？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原理，只不过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动抓住这个皮肤来回的动，增加了这个牵拉感和牵扯感所以呢，它带来的这个活血的效果应该是远远强于这个捏脊的。只不过由于我们自己去做，它这个受限度非常大就比如说我们捏脊从下能捏到最顶端。做这个动作呢，我只能做了这么一节，对不对？在上面我做不到了所以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那这个动作即便如此它也是一个腰上面的一个好动作腰部活血操，大家可以去练一练自己没事练一练。练完如果感觉出汗了腰部上面感觉特别的轻松，或者是呢腰上面已经有发热感了，非常的舒服，那么麻烦大家点一个赞把这个视频呢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是大伟，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大家好，我是大伟。老人们常说腰有千结，就是说这个腰是特别难伺候这个腰上面是非常容易受累和劳损的，而且一旦受累了以后呢，你如果不自知的话，就很容易这个累反复累积，变成了一种旧伤所以呢，我在以前做康复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腰不好的人，也给我自己呢增加了一定的经验。那么腰不好的人我们会观察到他们不论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就是单纯的腰肌劳损，大多数都是由于一些日常的不好习惯，或者呢是猛然一次的锻炼或者运动做过后呢，受到了一些损伤。那么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很多都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有正规的，还有一些偏方都尝试过。最后呢，在做康复的时候，我帮他们度过急性期以后，都会教他们一个好动作，而且呢，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说，收到的反馈是非常的好。今天呢，我就把这个腰上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开胯活腰这个锻炼纠正我们脊柱一个歪曲的一个动作教给大家。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好，你只要每天坚持练习就能让你的腰部在保持灵活的情况下脱离腰部的一个僵硬，同时还能开胯活我们的气血。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动作。为了让每个人都学会呢，我会把动作拆解开来给大家看。第一步我们把我们的腿你看先朝内，然后往外转开大家去做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开胯的动作然后呢，第二步我们双手交叠这样交叠在我们的一个胸前平行。当我们的腿往内的时候，我们的手要朝相反的方向。大家看做个完整的给大家看1、2、3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手画一个圆圈手画一个圆圈。在画圆圈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我们的整个背部的经络都给疏通了一遍。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手上的动作非常的好用。即便我们腿上不动，我们只要把手上做一下，你会发现后背的经络全部打开。那么把动作粘合在一起，它又有什么效果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拧毛巾的原理。你看，腿往内，手往外，然后一个相反的动作，这变成什么把我们的脊柱进行一个拧转进行一个扭转，达到一个极限，促进我们深层的肌肉达到一个放松。好了，接下来我会把这个动作全部演示一遍给大家看，大家最好能跟着我一起做，加强一下记忆。好，我们开始，来，1、2、3、4、5。我们在画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画到你的极限，升上去下来
画到极限，升上去，下来，来1、2、3、4，啊，如果呢大家想玩的更好，我们怎么做呢？就是看啊，先做我们的左边，然后呢再做我们的右边，然后呢再做我们的左边，啊，再做我们的右边。当然，这个动作我们只要保证呢一边去做15下到20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单边的去做，也可以两边啊一起去做啊。这样的话呢，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后背啊全部打开。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动作原理啊，去全部通畅的做一遍。手上尽量去画一个圆圈啊，每一个圆呢到边角啊，特别是我们的对角的一个牵拉，特别是要拉到位啊。腿上的这个开胯动作啊，也尽可能的开到位。把这2个要点掌握以后，这个动作的细节和灵魂啊，你就掌握了，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好，而且做完以后你会有特别通透的感觉。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您的观看，谢谢大家。